大家好，我是小小，欢迎来到24探案。2017年1月9日，英国约克郡的一个宁静社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悲剧。7岁的凯蒂拉夫前往离家不到10分钟路程的一个当地游乐场玩耍，原本只是一个冬日里平常的玩耍时光，但仅仅17分钟后，急救部门接到了一通神秘的死亡报警电话。凯蒂的母亲艾丽森焦急万分，疯狂地寻找着女儿。警方追踪到报警电话后，揭开了令人心碎的真相。凯蒂拉夫于2009年1月16日出生在英格兰北约克郡的约克市。约克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，拥有超过20万人口，以其宏伟的大教堂和中世纪街道闻名。凯蒂是保罗和艾丽森拉夫的独生女，家中还有来自父母前段婚姻的5个哥哥姐姐。尽管是混居家庭，凯蒂却是家里的小宝贝，深受家人宠爱。她还有一个比她大8岁的同母异父姐姐，偶尔会来家中探望。凯蒂是一个活泼善良的孩子，她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，邻居们常说她那天使般的笑脸和甜美的性格总能感染周围的人。她热爱户外活动，喜欢在蹦床上跳跃、爬树或和姑姑一起画画。他在约克的西菲尔德小学就读，校长特蕾西拉尔夫形容他为善良体贴、深受同学和老师喜爱的孩子。凯蒂还展现了创造力，尤其擅长创意写作，并对音乐充满热情。2016年12月28日，凯蒂的生活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，他的父母保罗和艾丽森举办了婚礼，正式结为夫妇。凯蒂穿着银色礼服，担任了婚礼上的小花童。这场婚礼充满了欢乐，凯蒂的笑容成为当天最亮的风景。家人以为2017年将是幸福的一年，凯蒂的8岁生日即将来临，定于1月16日举行一场生日派对。然而，谁也没有料到，悲剧即将来临。2017年1月9日，星期一，约克的冬日寒冷而平静。凯蒂像往常一样，在放学后回到家，随后前往距离家不到10分钟路程的伍德索普地区的一个游乐场玩耍。这个游乐场是凯蒂的日常去处，他常独自或与朋友在那里嬉戏。对7岁的凯蒂来说，这是一个熟悉而安全的地方。下午4点20分左右，邻居梅尔斯夫人在遛狗时，看到凯蒂在游乐场与一个稍大的女孩一起玩耍。凯蒂笑得很开心，2个女孩似乎在嬉戏追逐。梅尔斯夫人并未多想，继续回家。然而，仅仅17分钟后，一切急转直下。下午4点37分左右，约克警方接到一通神秘的紧急电话。来电者是一个年轻女孩，声音颤抖地声称自己杀了人，她没有提供更多细节，甚至没有说明具体地点。警方立即通过手机信号追踪，锁定了游乐场附近的区域。与此同时，凯蒂的母亲艾丽森开始担心女儿迟迟未归。凯蒂通常会在4点左右回家，但时间已过45分钟。艾丽森拨打了999报警，报告女儿失踪。警方迅速赶往游乐场，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。7岁的凯蒂拉夫躺在地上，身体满是血迹，脸上有明显伤痕。他的喉咙和躯干有2处严重的刀伤，颈部周围还有红色勒痕。现场不远处，一名15岁的少女站在路边，衣服上沾满血迹，手里握着一把带血的斯坦利刀和一部手机。他神情呆滞，没有试图逃跑。凯蒂的父母保罗和艾丽森很快赶到现场。艾丽森看到女儿的惨状，当场崩溃，抱着凯蒂的头痛哭。急救人员迅速将凯蒂送往约克医院，警车开道，试图争取抢救时间。然而，尽管医护人员全力以赴，凯蒂最终在下午5点45分被宣告死亡。她的生命定格在了7岁。约克警方迅速展开调查，首席探长发布声明，确认一名15岁少女已被拘留。由于英国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保护，媒体无法公开他的姓名。为叙述方便，我们将称他为简。警方封锁了游乐场，犯罪现场调查小组开始收集证据，试图还原这起悲剧的经过。现场证据。在现场，警方发现了关键物证，一把沾满血迹的斯坦利刀，经确认是简从他祖母厨房拿来的凶器。此外，警方找到一张沾血的纸，上面写着他们不是人类。
这张纸上还有刀痕，表明他曾被同一把刀切割过。简的手机显示，他在4点35分左右拨打了999报警电话，承认自己杀了人。在简的家中，警方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线索。他的房间里有几幅画，画的是火柴人，描绘了死亡和杀戮的场景，其中一幅画上也写着他们不是人类。此外，警方找到了一些破损的玩偶，这些发现指向简可能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。凯蒂的尸检报告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细节，她的死因并非刀伤，而是窒息。凶手先是用类似布料的东西勒住凯蒂的颈部，导致她窒息死亡。随后，凶手用斯坦利刀在凯蒂的喉咙和躯干上割出2处深伤，并在她的腹部留下一道较大的切口。尸检确认，这些刀伤是在凯蒂死亡后造成的，意味着她并未感受到刀割的痛苦。这一发现虽然稍稍安慰了家人，却无法减轻他们的悲痛。简是一名15岁的本地少女，住在凯蒂家附近。她和凯蒂认识，但并非亲密朋友。据警方调查，简在2016年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。她曾因精神状态不佳辍学，并在2015年圣诞节后开始自残。她在 Instagram 上发布过自己新鲜伤口照片，配文称我精神状态不太好。简对恐怖故事和科幻小说着迷，尤其是在一名密友去世后，他开始对死亡产生病态的兴趣。在审讯中，简的行为异常，他反复提到机器人，声称周围的人，包括家人，不是人类，而是被更高力量控制的机器人。他承认听到幻听，声称有声音指引他行动。警方还了解到，简在案发前曾接受过精神病评估，但未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或其他明确的精神疾病。凯蒂的死讯迅速传遍约克，媒体蜂拥而至，记者在现场拍摄并采访目击者。约克警方呼吁公众提供线索，询问是否有人看到2个女孩当天下午的活动或任何异常情况。社区陷入震惊和悲痛，许多居民前往游乐场，留下鲜花和悼念卡。一张由凯蒂祖父母签名的卡片写道：晚安，我们的小天使。甚至英国首相和反对党领袖也在下议院向凯蒂致哀。约克警方的调查围绕3个核心问题展开：简是如何实施犯罪的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，他的精神状态是否影响了他的行为。梅尔斯夫妇的证词至关重要。梅尔斯夫人确认简就是与凯蒂一起玩的女孩，而梅尔斯先生描述了简在案发后的异常状态，他神情恍惚，主动提到凯蒂已死，并询问自己身处何地。由于简在审讯中表现出幻觉和妄想症状，警方安排他在医院接受为期12周的精神健康评估。4名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专家对他进行了检查，结论一致，简在案发时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，导致其责任能力减弱。尽管专家们对具体诊断存在分歧，大多数认为他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但未达成共识。他们同意简的心理状态使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在庭审前的准备阶段，简通过律师提供了他的版本。他声称，案发时他和凯蒂在游乐场玩耍，突然听到声音命令他确认凯蒂是否为人类。他先用手套勒住凯蒂的脖子，导致其窒息。随后，他用刀切割凯蒂的身体部位，以检查她是否是机器人。案发后，简拿着带血的刀走到一条死胡同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通过物证、证人证词和简的供述，确认他是唯一嫌疑人。斯坦利刀上的血迹与凯蒂的 DNA 匹配，现场的血迹纸张和简房间的画作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犯罪意图。尽管简声称受到幻觉驱使，但调查显示他的行为有一定预谋性。他从家中带走了刀具，并在案发前表现出对死亡的痴迷。2017年1月11日，简首次在约克地方法院出庭，被控谋杀和持有攻击性武器。他通过律师否认了所有指控。1月13日，他在利兹皇家法院通过视频连线再次出庭，依然否认罪行。2月16日，他第3次出庭，正式否认指控。案件的审判于2017年7月3日正式开始。由于简的精神状态成为辩护焦点，检方和辩方达成协议，将谋杀指控降为过失杀人，基于责任能力减弱。
简在庭上承认了过失杀人罪名，但否认谋杀。他的律师尼古拉斯·约翰逊请求法庭再次确认指控。简在一张纸上写下对谋杀无罪，但对过失杀人有罪。检方律师格雷厄姆·里兹详细阐述了简的心理问题。他指出，简在2016年出现严重精神问题，曾辍学并长期自残。他的妄想症包括相信周围人不是人类，而是被敌对力量控制。尽管案发前未确诊精神病，但案发后的4次评估一致认为他在犯罪时处于责任能力减弱状态。法庭还听到了简的异常行为细节。一名朋友在案发后告诉警方，简友善但怪异，喜欢谈论死亡。他的房间里发现的画作和破损玩偶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心理扭曲。简在庭上描述，他用手套勒死凯蒂后，用刀切割尸体，以确认他是否为机器人。法官索尔要求更多精神病学证据，以决定量刑。庭审推迟至7月20日，最终于9月再次延期，以完成进一步的心理评估。2017年11月24日，法庭宣判，简被判终身监禁，最短服刑期5年。由于他未满18岁，量刑考虑了他的年龄和精神状况。凯蒂的死对约克社区造成了深远影响。2017年2月13日，约克大教堂举行了凯蒂的公开葬礼，由约克大主教约翰·森塔木主持，超过300人出席。凯蒂的棺材上装饰着他喜爱的苏斯博士书籍角色。家人请求与会者佩戴彩色丝带，象征凯蒂带来的光明。艾利森在悼词中说，我们不希望以悲剧记住凯蒂，而是记住他带给我们的爱与欢乐。社区为凯蒂的葬礼筹集了约32100英镑，保罗亲自感谢了发起筹款的陌生人。1月16日，凯蒂的8岁生日当天，家人和朋友在学校放飞彩色气球，纪念他短暂的生命。随后，一张纪念长椅和一扇彩色玻璃窗在约克大教堂落成，永久缅怀凯蒂。凯蒂拉夫案引发了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广泛讨论。简的心理问题在案发前已有迹象，但未得到及时干预。他的自残行为、社交媒体上的求助信号以及辍学经历都指向需要更早的心理支持。如果学校或社区能更早识别他的病情，悲剧或许可以避免。简的5年最低刑期也引发争议。一些人认为，鉴于他的精神疾病，判决过于宽松；另一些人则认为，终身监禁对一名青少年过于严厉。英国法律对未成年犯罪者的保护使简的后续情况鲜为人知，他是否仍在服刑？他的精神状态如何？这些问题至今无解。凯蒂短暂但充满爱的一生，他的故事不仅触动了约克，也传遍了全球。从美国到澳大利亚，人们为他的遭遇寄来悼念信息。凯蒂拉夫的故事是一个悲剧，但他的生命如同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，照亮了所有认识他的人。他的离去提醒我们，保护孩子、关注心理健康是社会的共同责任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。如果您对凯蒂的故事有任何感想，或对简的判决有看法，请在评论区分享。